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翻到顺。第一个，脖子不要一直盯着，你脖子一用力了，你就会沉下去。眼睛看你的肚子，知道吗？再试一次。翻到顺。第一个，脖子不要一直盯着，你脖子一用力了，你就会沉下去。我是听障儿张道顺，声音对我来说很遥远。我的世界安静又缤纷。好了，那待会一样念的时候，就像平常一样，就起立念。好了吗？来，1号。曾说，人生的温柔不在人且不失败，人在能够屡败屡战。国际知名导演李安，高中时期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苦读，然而他连续2年参加大学联考，结果都名落孙山。很好，有在看同学的时候。我听得到别人说话，但我又听不清楚那个字，所以我就用纸的，然后呢，老师都会用个句点来换下一个人念啊，换到我念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知道我在念。面对失败，就会发现跌倒了再爬起来。我现在就读台北市金华国小5年级，因为听不清楚，所以在学习上比其他同学还要辛苦。好，平甩弓，走1。每个礼拜6，我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道场上武术课。听妈妈说，我是因为小时候生病，才让听力受到严重的损害。因为我们没经验，一报出来就完蛋，这个小孩怎么黄成这样子？就检查的时候，马上就送马街急诊。那时候很紧张，因为他已经黄疸飙到22、25就要换血，所以住了加护病房2个礼拜。后来就出来之后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。到了4岁要上幼稚园那个阶段，那我就带他去3种教学医院去做检查，确诊他是中重度听障的小朋友。虽然我没有带助听器，不过学武术真的对我有帮助。1、2、3、4、5。当他专注力还没办法那么专注的时候，听障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会犹豫，他会观察看一下，他甚至自信心不够。那现在就不一样了，他现在专注力非常的厉害，也就是说他专注力强了以后，他会补足他听力的不足。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听障的小孩，跟其他小孩比起来。来，道顺来，好，伸，少林拳，抱拳预备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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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障是我天生的，我就要去突破它，不能说我自己听障就用这个听障来说我是听障啊，你就这样就不能怪我，因为我是听障，我不会这样，我这反而会去突破它，会想要把自己更上一层楼，去做到更好的地步。圈圈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好，谁的手能借我？我没有很厉害。一般说来，圈圈放掉会掉在哪里？进去。小孩打到他手里啊。2、3。那掉在桌上，不掉在他手上。好冷呢。搞什么2、3。哎呦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去同学，去同。上课了，快过来集合！来，过来集合！我们
先请我的小助教张道顺师兄上台。他要变一个鱼的魔术哦，你们要看清楚喽。好，有时候这样想，有时候觉得爸爸觉得练魔术可以让我可以用这些魔术来交朋友。我有时候会觉得爸爸那么严厉的教我，会觉得有点难过。我私底下也会偷偷的哭，没有在爸爸面前哭。是吗？对啊。道顺来，从哪边打？这边。啊哈！界外。界外。哪有界外？界外呀，跑到后面去啦。他就说：“爸爸，我不想练。”我说：“不行啊，接下来就要比赛啦，或接下来就要表演啦。”其实，在早些年的时候，大概就是8岁以前的时候，那时候他都是担任演出的嘉宾，所以那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。慢慢他参加魔术比赛，还有接一些商业场之后，我对他的要求严格。他觉得每天排练，常常要排练，好累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必须要调整方式和心态。然后就先带他去，比如说骑脚踏车啊，打棒球啊。我们现在把魔术道具加强，然后粘紧一点，因为有时候之前的时候会表演到一半的时候，彩排的时候这个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把它加强、固定、加强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啊，再试一下，可以吗？来，音乐，琼文帮我放一点音乐。好，球、弹、丝巾球，然后雨伞、飞伞分裂，好不好？就这一段。1、2，走。飞，慢哦，摆，退。你看，就掉下来了。不要看我哦，再一次。你要达到我的要求哎，每个精准哎。有没有丝巾球很晚？卡住了没有？卡到你的手了没有？欢迎大家来到第8届国道清水魔术节的比赛现场。今天是我们圆梦舞台一班组的终于比赛。到了清水魔术节的比赛，虽然已经练习了很多次，上台前爸爸还是一再叮咛我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Hello， 帅哥，可以，可以哈。然后你要专注听哦，不然会听不到。笑一个，大小声可以吗？这音乐。好，再大声一点。再大声一点好吗？老师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大家用掌声加10倍欢呼，欢迎我们张道顺，掌声鼓励。那魔术部分，我当然希望说，他透过魔术的表演，站在台上，能够把欢乐、开心带给大家。希望未来他能够朝这方面去，鼓励大家。他虽然有身心的障碍，但是他能够带给大家正面的能量，甚至他能够站在舞台上，带给大家惊奇跟欢乐。我觉得这也是我跟他得到一个很大的共识。